哦，现在是全部断网吗？没断网，但是这个网速不好啊。网速不好。现在连不了无线的，网速特别差。我看一下吧。既然说网速不好，那就接上路由，看一下网速有多不好。这里我用测速软件试了下，能跑700多兆。按理说网络应该不会卡到哪里去，那问题应该不在路由器身上，所以我得搞清楚当前的线路有没有存在问题。这个弯口是接光猫的，这条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交换机没什么数据，数据波动比较大的这个还是接了这个交换机有点像监控交换机啊。这个是监控交换器吧？我得看。那昨天我把它写拔了重插以后，这个监控还是看不了啊。监控也看不了。对，也看不了。你现在看一下。监控也看不了。嗯。昨天不是让我把它先拔了重新插吗？导个监控。都没有，你看都没有。6个吧，看还6个，现在一个画面看不了。我现在交换机的网线全部拔了重新插过了。监控都看不了。看了一圈，我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，只知道路由器的网络它是正常的，所以我现在要用电脑接上交换机，看那交换机的网速正不正常。网络一进来，接到这交换机就没网了。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电脑接到交换机上，网速就测不出来了。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了。我给大伙看下交换机的灯，没网速的情况下，它的灯还闪得这么厉害，那基本可以判断它存在环路了。要想解决这种故障也很简单，我们在本地链接里面拿到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然后 Windows 加 R 键启用运行对话框，在对话框里面输入 cmd，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拼路由器了。通常环路状态下拼路由器都会超时的，所以我们根据这特性去拔交换机的网线，一旦拔对了，那么拼它就会拼通。我看到2号灯闪得特别快，所以就尝试先拔它，看它拼的反应。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拔了以后路由器就可以拼通了。现在我再测下网速，网速也是能测出来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线影响了整个网络。要找这线令头也很简单，我们接上群运营，然后随便找个 NPC 给你带路。我这边就检查出这条线有问题嘛。安全什么？它上面写着安全部1。安全部门1，得去那边看一下才知道。那时候不是被老鼠咬吗？那边。现在检测就是你们这边切的网线有问题。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啊。啊，在这里看到了。现在查就是你们这边网线错的是吧？在这里。看到了。那我们这个线有问题吗？对啊，你这边不能随意接这个线，你接了就。你这线爆闪了厉害。我拔一下。随接就是过完年回来自然就采样的呀。等一下我拔一下。对了，你问题就在这里，一接上去，2个爆闪，那就是这里有人接了。哪个位置啊？我看一下。这条线被人家接上去了，这是同一条线，这2个同一条线，这样接的话短路了。这个线不能接是吧？这种线不能接。小蜜这边之前有一台电脑，某种原因就给搬走了，后面有人看到地上有条网线，就好心的把它接了回去，这样就导致整个网络巨卡无比。原为拔了环路的网线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但他们说2楼还有几个房间没有通网，所以我就上去看了看。我看到 IP 是160开头的，我就知道这种属于线路故障了。线的问题。啊，你有线吗？我给大伙看一下，目前这个灯是亮的，但是过了一会儿它就不亮了。你这线就灭了，所以电脑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，那还是线出了问题。我这边就给它换条新的跳线试了下，试下吧。有用就用吧。拔了，接上去。你现在只能用 WiFi 对吧？嗯。看见。无网络连接。你这个不光线有问题。是我电脑有问题吗？
就连交换机主线也有问题。哦，那就不是这根线的问题。你这根线也有问题。你这条是主线了，你这主线不亮。你这线都没反应，循序对线没有任何反应，十有八九是哪一段了？这里找线的过程我就跳过了，我是最终在1楼找到了它断点的位置。网线断成这样也不太好接，正准备重新布线的时候，我发现对面的电脑居然可以正常上网，索性我就把这网线穿过去，拿它来当主线。这条，哎对，扯一下，对，再扯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就这样，我把网线牵了过来，接到交换机上，这交换机所有的电脑网络就基本都恢复了。啊，可以了，你们网络都恢复了吧？可以了，看到这里，看到你这里，我这边已经恢复了。你这里还没恢复？嗯。你插线了没？插了。这就是。我看着。网络还是。等会我再插给你。以太网。大伙有没有看到？电脑是能获取到 IP 地址的，但速率只有10兆。这种情况下，一般都是网线出了问题。我给你重新打这条线去。可以。你这线有问题。我用寻鱼找到了这条线，但对线的时候我以为会断芯，但没想到的是1到8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再接上去试一下，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换头了。应该是头接触不良。还是不行。它刚刚显示 HPDC 吧，好像是 DHCP。虽说对线没有问题，但电脑接上去还是上不了网，所以这线还是存在问题。后面我把寻头给换了，电脑网络才恢复了过来，以为一切都结束了。但另一个房间的景象更是夸张，里面大概有10台电脑，都是靠连接 WiFi 来办公的。他们一直反馈 WiFi 信号特别的差。我来到走廊才发现，2楼全部的 WiFi 居然都没有通电，这也难怪信号这么差了。我把 AP 给拆了，接上学运营，最终在机房找到了这条线。但是让我纳闷的是，这交换机的电源去哪了？期间我四处寻找，也看了每个电源，发现都不是。当时我还以为交换机的电源被人家拿走了，但找到后面才发现电源掉到机柜后面了。我把电源接了上去，2楼全部的 WiFi 这才恢复了过来。其实这边的故障远远不仅于此，再讲下去的话视频就太长了，反正我自己没弄明白这种网络条件下我过来之前他们是怎么办公的。这期来一家比较大的公司排查网络故障，我一进来，前台小姐姐就说他们网络非常的卡。开始我打算去故障点看看是什么情况的时候，但小姐姐非要先拉我去机房看一下，索性我只能从机房开始查找原因。这有灯吗？来到了机房，映入眼前的就是一堆让人头疼的网线，而且还有一堆七杂八杂的设备。其一看这些设备意义并不大，也叫我要优先找到他们主路才行。2条网络，这3个电话的烦恼7分，因为它只接了电话接口。那么这个和这个接上去，那么这个是主路由了。我根据光猫很快的就定位到了主路由的位置。我初步看了下主路由，他们硬件上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。我是根据它的型号来判断它的承载量还是很不错的。如果你对设备型号不了解，也可以进入到后台查看它 CPU 使用率。这里 CPU 只用了 4%， 就说明了路由器的工作毫无压力，路由器方面排除了。接着就要搞清楚他们的线路布局是否合理了。首先我看了下路由器有2个烂口都接了网线，其中我顺了一条，发现它是接这个48口千兆交换机上，看来这个就是主交换机了。这主交换机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，一般问题不会出在这里。接着我又顺着另一条网线，发现它是接这个 TOA 交换机上的，想必这交换机是负责 AP 的。这样综合判断，除了网线乱点，整体网络规划还是非常的不错。但有一点奇怪的是，我发现这交换机网线多是多，但是没有几个是亮灯的。尤其这个交换机除了一条主线，其他网线几乎没怎么使用。他们这边有上百个工位，但亮的灯加起来都不到10个，看来他们问题应该出在这里了。我随便来到了一个区域，
发现所有空位都配了网线，但大多数人都是连接 WiFi 来办公。后面询问才知道，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大多数都是没有网口的，所以只能连接 WiFi。当时我也连上 WiFi， 打算试下这里的网速，但发现他们 WiFi 压根就连不上。连不上？好在我试了下 5G 频率，结果 5G 频率就连得上。当时连上 WiFi， 我就测了下网速，没想到只有30兆左右。4832。这边我就马上查了下电脑的连接速率，发现这连接速率低的可怕，仅只有72兆。然后 WiFi 就装在这个位置，距离我有4-5米的距离，按理说速率应该不会这么低呀。这里我就拿手机连上 WiFi 试了下，发现手机连接速率反而更低，只有39兆。而且手机和电脑同样的情况，手机是怎么连也连不上 2.4G。 看来这些 AP 配置上出了问题。当时我进后台看了一眼配置，果然就发现了问题所在。这些信道全部冲突了，我把这些信道全部改了再说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所有的 AP 都在一个信道上，这样的话信号会相互干扰，这也难怪速率这么低，而且还连接不上。所以这边我就双击 AP， 选择手动修改 AP 的信道。我以前听别人说过，13个信道中最好用的是161，但小郭经常用其他信道，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区别。为了避免相互干扰，小郭就把全部的信道都利用了起来。全部修改完后是这样子的，每个 AP 都对应了不同的信道。现在我们再尝试下，之前连不上 WiFi， 现在能不能连得上？果然经过了信道错开， WiFi 就可以连得上了。现在我再重新连接 5G， 看一下经过错开的信道 WiFi 的速率能够提升多少兆。但让我想不到的是，这回连接速率反而降低了。当时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断开 WiFi 又重新连接试了下，但后面结果都是一样的，连接速率始终上不来。当时我就有点怀疑，我电脑是不是连接了这个 AP， 所以就爬上去看了下这个 AP 的 MAC 地址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AP 的 MAC 地址后4位是 169F。有一次我就在后台找到了它，给它编辑了一个海南弱电小郭的 WiFi 出来。编辑好后，我就连上这 WiFi， 然后再看了下速率，结果只有56兆，这就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明明距离这么近，也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怎么协商速率如此之低？当时也用手机连上了这 WiFi， 发现速率仅只有58兆，看来还是哪里配置出了问题。我是后面才发现，这 AP 默认的频宽居然是20赫兹，后面我把它改成了80赫兹，这下电脑连接速率就提升到了325兆，手机也同样的从几十提升到了351兆。当时我就测了下网速，虽说网速有所提升，但网速还是没有破百，看来机房这边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索性就去机房检查了一番。当时我接上主样机就测了下网速，发现网速并没有什么问题，直到我接着 P1 交换机上才发现，到了这里网速就不过百了，看来问题出在了这里。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交换机是不是签到的，于是就看了下端口速率，发现这交换机它确实是签到的，那么就是跳线出了问题，所以这里我就换了一条跳线，这下网速终于正常了过来。但可惜的是，这些 AP 只有750兆，其中300兆还是 2.4G 的，所以经过我一番整顿，最高的网速也就320多兆。不过相比之前的32兆，网速已经足足提升了10倍。如果要想网速更好更稳定的话，除了插网线，那么就更换 AP 了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了。